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大包湖。我们这次要去的地方，藏着很多人对旷野和远方最完美的想象。这里有山谷，有草原，有清澈见底的湖水，还有一抬头就能看到的连绵雪山。没错，这里就是瑞士。瑞士。这趟行程我们会从苏黎世出发，坐上黄金列车，穿过瑞士最美的山谷和田野，去瀑布小镇，在阿尔卑斯山开卡丁车，最后还要去策马特看传说中的马特洪峰。你超 chill 的耶！那瑞士的系列呢，一共分为3集。首先来到第1集，苏黎世。这里是瑞士的金融中心，也是很多排行榜里的常客，比如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，常年位居世界宜居城市的前列。爱因斯坦、伦琴、薛定谔都曾经在苏黎世工作和学习，所以今天就看看苏黎世到底凭什么让这么多人一边喊贵，一边又舍不得离开。很多人说苏黎世是这个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之一，但我们刚到这里的第一反应是，到底是谁可以在这里活下去呀？你捶我干嘛？来，我们带大家迅速地感受一下这个物价。一瓶矿泉水20块，苹果9块，注意不是1斤，是1颗。一根香蕉也是9块，车厘子1斤100，一个芒果接近60人民币，6个鸡蛋50多。在这个物价下，很多游客都选择吃麦当劳，然而一个巨无霸套餐也要将近120块左右，跟我们2个生活的城市日本大阪相比，贵了大概3.5倍。话说在全球最宜居的城市排行里，我们 Osaka 也常常榜上有名。那不光是苏黎世这么贵，瑞士其他城市的物价也都很高。比如我们在因特拉肯喝一杯星巴克美式咖啡也要将近70块。这个热咖啡怎么喝的手都开始抖了。为花掉的钱心痛。对啊。那不过呢，抛开收入谈物价本身也就不太合理。你知道苏黎世的人均月收入的中位数大概在多少吗？作文7000瑞郎。好浮夸的惊讶。想问一下我们的观众里面有没有居住在瑞士的朋友呢？就是你们会觉得瑞士的物价这样算不算高呢？可以打在公屏上。但我们先抛开物价不谈，苏黎世确实是一个肉眼可见的很宜居的城市。苏黎世虽然不大，它的城市面积大概只有上海的1/70，主要景区就分布在利马特河两岸，差不多步行2公里就可以走完大多数的景点。接下来呢，就跟着我们用 City Walk 的方式来感受苏黎世。我们先从这座城市的交通枢纽苏黎世火车站出发。瑞士整个国家被一节一节的铁轨精密地连接了起来，从城市到湖边，从小镇到雪山，很多地方都可以坐火车抵达。它不仅线路密集，换乘方便，时间也非常的准时。所以如果你第一次来苏黎世，我非常推荐住在火车站附近，去哪里都很方便。其实苏黎世有一个地方我一直都很想去。那这个地方从火车站走过去只需要大概20分钟。我们沿着这个长得有点夸张的阶梯慢慢走上去，就来到了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。当然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其实这里是有上山的小火车的。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是欧洲最顶尖的学府之一，也是世界级的理工名校。为什么要来这里呢？除了感受顶尖学府的氛围，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值得看的地方。知识的大门对我关闭了。知识的大门向我自动打开了耶。一进正门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指引，按照指引一路走上去，就可以看到当当爱因斯坦的储物柜。爱因斯坦先生，因为爱因斯坦先生曾经在这里学习和任教，所以学院就专门设置了这样的一个储物柜，用来纪念这位伟大的校友。其实与其说它是一个储物柜，不如说是一个微缩的博物馆，里边放着爱因斯坦的生活照片，还有一些他的个人物品。想象一下，这位拥有人类最强大脑的先辈，也曾经夹着课本匆忙地穿行在这些教室之间，脑海里推演着各种理论和公式。没想到我竟然站在了爱因斯坦曾经生活过的地方，和爱因斯坦有了量子纠缠。
突然之间呢，我就产生了一种我要好好学习的念头。我太想进步了。不过我真的建议啊，如果有孩子的观众呢，如果你带着你的孩子一起旅行，一定要去每个城市最好的大学去看一看，顺便教育他，孩子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地方是靠头脑打开的。是这样吗？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出来，校门外还有一个观景平台，可以俯瞰这座城市。不过后面还有一个视野更好的地方，我们等一下再去。联邦理工学院旁边还有一座苏黎世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，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孩子，我都非常推荐顺路来这里看一看。一方面呢，这里有1500多件的动物标本，还有50多件的远古化石，恐龙、猛犸象、远古生物，各种你认识或者不认识的动物都能在这里看到。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因为这里免费，再加上最无法反驳的4个大字。这里整个展览的视觉传达和互动设计也做得非常的不错，比如我们看到的这段影片就在讲述大约4万年前已经灭绝的尼安德特人的日常生活，讲他们如何使用工具，如何打磨石器，如何合作狩猎。看完你会发现，其实人类的烦恼好像一直都没有怎么变过。他们担心今天有没有猎物，我们担心这个月绩效有没有达标。他们要打磨石器，我们要打磨简历和 PPT。年纪大了，居然开始和几十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共情了。好了，不想这么深奥的问题了。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山上下来，沿着河边走，我们继续散散步、拍拍照。画面里的这条河呢，就是利马特河。这条河穿过老城，两岸的道路、小巷和商铺都贴着河流慢慢展开。看到远处的这个大钟了吗？它就是圣彼得教堂。教堂顶上的那个钟盘也很值得一说，它的直径大约是8.7米，被认为是欧洲最大的教堂钟盘，甚至比英国大本钟的钟盘还要大。走了没多久，我们就来到了利马特河的源头苏黎世湖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天鹅湖。苏黎世湖不仅是天鹅的游乐场，也为这座城市提供了70%的水源供给。湖边有散步的人，有坐在长椅上聊天的人，还有街头演奏家。虽然我们去的时候天气不是很好，忽然开始刮大风，风里还夹杂着花粉，让人浑身不适。如果天气好的时候来，应该会更加分。接着呢，我们再走几步就到了林登霍夫山，这里是俯瞰苏黎世老城和利马特河的好地方，也是韩剧《爱的迫降》的取景地之一。你会看到河流把城市轻轻地分开，电车和行人缓缓经过，有人在树下聊天，有人在看风景，有人在下国际象棋，一切都透露出一种互不打扰的秩序。话说这个象棋也太大了吧！当然，瑞士人也不是没有烦恼，他们也会烦恼房租、医保和工作压力，也会担心收入和未来的不确定性。那甚至连爱因斯坦呢，或许也曾在某个清晨叼着烟斗，皱着眉头，想着那些无法被验证的科学难题。对他来说，烦恼也许是 I'm limited by the technology of my time. 所以宜居并不代表这里是一个没有烦恼的理想国，它指的更像是当你必须面对生活的难题时，这座城市至少给了你一层保障、一种秩序和一个让你可以继续思考下去的空间。好，我们结束了苏黎世的旅行。第二天呢，我们就离开了苏黎世，前往因特拉肯。然后大家看这边，而真正属于瑞士的雪山、湖泊、列车和旷野也才刚刚开始。我们下期见啦！